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就建议相亲第一次约会不要吃饭，选择咖啡厅就可以了，环境又不错，然后男的买单，经济压力也不大哈，毕竟咖啡加甜点也没有多少钱。然后今天我们看了一个视频，还真的就是在咖啡厅约会的。昨天是以男生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看3个视频，这3个视频分别是以不同女生的视角来看 AA 这件事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出来玩的差不多了，那个我们要不要回家了？那我们俩不吃晚饭吗？晚饭我今天有点事，上面是那个，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展的钱，还有这个咖啡的钱算一下。对，小票在这里，就是咖啡你得给我25块钱，还有展的费你是得给我10块钱，A 一下吧。小票在这里，我没有骗你的。你可以相亲了这么多次，第一次看到你这么抠的男人。我就抠了你付你的钱，我付我的钱，我又没让你付我的钱。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难道不应该男人买单吗？为什么第一次见面男的买单？第一次见面不是女的买单，谁规定的？你把这条法律规定拿出来我看看。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男的第一次买单，女的第二次买单。我又没说我不付钱。什么正常？我怎么没遇到过？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每一次出来个一人10块，一人5块，一人20块这样子。那我们是愿意请一次模型妆，可是我们连第一次。我觉得我没有下次，所以我赚很多啊。我是没有下次了呀。对啊。天哪，你该不会是在网上就是你自己看中了你喜欢的地方，然后你叫我来就是陪你玩一番是吧？但是你也同意了呀，我们的地方也必须问你。谁同意了？我们不是约会相亲吗？那你出来干什么？以为你是正经过来相亲的，没想到你就是你就给我发消息的，不是这么说的呀。反正小高在这里爱出不出白卖。我是真想各打50大板啊！如果是吃一顿饭，这个我还是可以理解啊，就这男生提出 AA 的要求，但是这咖啡也要 A 的话，客观说，咱这个男同学啊，确实有点小气了。但这个女同学啊，我觉得也过于理直气壮了吧？就说这个男生确实可能稍微抠了一点，但是这个女生就说你在社会上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可能啊。你遇到一个抠一点的人，而且他说的吧，于情可能有点说不过去，但是于理呢也在理。对，我觉得吧，就是，这女生也没必要去说这个男的抠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太理直气壮的去指责对方了。对，那你说人家抠，那你是不是自己其实也是因为抠呢？那刚才我说为什么于情这方面这个男生呢有点说不过去啊，就是因为你毕竟是相亲，相亲他毕竟跟陌生人直接见面还是有点区别的，就不宜过于计较这么10几块钱的费用嘛，是吧？我觉得这个男生也许是一天相好几个，或者每周相个10个左右。而且这男的因为他也明确了嘛，他说没有下一次了啊，所以说他可能就也不想再有哪怕一点的经济损失，他也不想去损失啊。对，那我觉得像对这种情况来说的话，这个男生，比方说你看哈，他喝杯咖啡，就是2个人一起喝个咖啡，可能点个小蛋糕，我觉得现在费用大概也得小100块钱。然后你想一个女生，他请一个女生就100块钱，那请10个就1000。如果他说2周见10个，1周见5个。还是你的上一期节目里那个数量观哈。对，考虑到这个数量方面，我觉得男生还是会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好的是，与其2个人到最后不体面的，因为一点小钱在这里还要撕扯，那你不如男生，如果你一开始就没看上的话，你还不如买咖啡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们各付各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女生不肯付，那你没有看上，那你不就也可以就找个由头就离开了吗？也不用后面说2个人对着小票在这。而且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其实你争执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就是你可以表达你的不满，但是如果这么理直气壮的去指责的话，其实不仅没有意义啊，然后你看把这个气氛搞得又更加尴尬。而且看到这个女生这么说的话，我就突然有点理解昨天那个男生，他不是做了一个实验，约10个女生出来相亲嘛？然后为什么说他一开始就提 AA， 就是因为很多女生说啊，你见面了才跟我提 AA， 你太不地道了，你要 AA 你早告诉我呀。所以那个男的就说我在跟你见面之前我就说 AA， 就为了堵上你的嘴。你看今天这个视频果然就验证了，有的女生她就会说啊，你要 AA 你早说，你不能现场跟我说。而且这个女生的一个观点让我大为震撼，就是她说这个男生是不是根本没打算出来相亲，就是为了想找一个地陪，然后有一个景点说他看上了，然后约他出来2个人一起逛一逛，或者说你就想吃这家餐厅，没人陪你来吃，你干脆打着相亲的名义约一个女生出来，然后还可以买一半的单。这个说法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可能也是在气急之下说的气话哈。我们再来看第2段视频。教你们一招绝杀，你但凡跟人相亲吃饭买单的时候，你就主动的买，大声的喊服务员买单。然后如
如果对方是个爷们儿的话，他就会跟你抢。哎呀，不行不行，哪能让女孩子买单啊？你就要夸他啊，而且要点名他的行为。这么大方啊，谢谢了呀。嘿，我还说第一次见面不该让你破费呢，没想到你这么有绅士风度。就是把他请客这事儿说透，不是不能 AA， 是有些男人他人前装阔，哎呦，又是让你随便点，想吃什么吃什么，又是大手一挥，服务员买单，显得可大方了。事后找女孩子转账要 AA，必须不能，男的要付钱，我们就要捧着他架着他，把他请客吃饭这种行为点头，最好事后在微信感谢他一次，谢谢你请客吃饭啊，认识你很高兴。把他事后要钱的路堵死。你要充胖子你就先打肿脸，又想要面子又想要里子，你想得美。如果他眼睁睁的看着你买单不跟你抢单，那也很好办呢，那我们事后找他 AA 就行了呀。跟男人选。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要请客，也不是不行，大声的嚷嚷，这顿我请，这顿我请，让全餐厅的目光都锁定你们这桌。咋啦？面子我们也要。哼，有些姐妹就是傻啊，男人就算是付了钱了，怕别人觉得他蹭吃蹭喝，事后还要偷偷的转钱回去，给他钱还得给他面子。你这种行为就是支持软饭硬吃。我跟你说啊，凡事都要掌握主动权，一定要先发制人。你要是处于被动了，男人他请客了，他背后可能会说你蹭吃蹭喝，和你 AA 了，你呢又会觉得很憋屈。所以要请客，咱就嚷嚷着买单；要 AA，咱也嚷嚷着买单。事后叫他转钱，就算是让男人买单，也是他主动抢的单，可不是我们要蹭吃蹭喝的啊，是你主动抢的。所以我们要争的不是谁付钱、怎么付钱的问题，是面子问题。谁不要面子啊？我就是看了他，我才忽然发现为什么这个男女对立这么明显。现在就这种算计，就让人感到一激灵啊！我就说吧，如果我相亲遇到这样一个女的哈，就一个女孩子，客观说，如果我在20出头的时候，哎，可能觉得她会有那种柴静那种成熟魅力，独立有想法，还挺有魅力的啊，就气质。但凡我25岁以上，我不到10分钟，我就立刻就能从她的交谈和举止之中感受到她渗出来的那种杀伐之气和小聪明哈。你说？我就是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现在中国很多女生相亲都已经这么默认为就是应该男的买单了？虽然我是女生，但真的有点困惑。倒也不是说因为我现在出国了几年，就是AA，我真的是觉得挺能接受的。同时我就客观说一句，他这招绝杀真的是绝对绝杀，特别好使。我相信90%的男生应该都不会让他走到第二步，也就是说啊，都会好面子说，哎，不用，我来请。对，第一步就会去抢着买这个单了啊！你看，男生都会这么想，就是你看人家一个女孩都这么大大方方的，而且第一次见面就要买单，那你一个男生你自己不买，这个脸往哪儿搁呀？而且从道理上好像也不应该，起码你最起码就 AA 一下，是不是？所以几乎就不会有男生就说会看着这个女生叫了买单，然后这个男生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让女生去买单。即便他原先在吃饭的过程中可能就已经打定主意说可能没有下次见面了，就没有看上这个女孩子，也大概率会因为这个女孩买单这个行为大增好感，甚至改变主意都有可能。核心原因就是女孩子在第一次约会中主动买单，这是对男人的极大认可。男生他不会把它视成一个简单的一个经济行为，而是会不自觉的认为这个女孩特别欣赏自己，才会这么主动买单哈。然后还不能让这个女的失望，完了又彰显自己的男子风范，那肯定得我来呀。是，一点都想不到这个女的在测死自己。而有句老话说得好嘛，你看女追男隔层纱，即便这个男生没有那么喜欢女生，但90%的男生就是会大增好感。即便我相信有个男生看了咱们这期视频和看了这个女孩这个视频哈，可能心里以后会有那么一层防护了，再遇到买单的女孩有点小疑问，说哎，那是不是也是在算计自己哈，是使用这招绝杀呢？但即便是他知道这个小心思小手段，那绝大部分男生啊，在现场还是会忍不住去抢单的哈，尤其女生长得好看一点是吧？但是话说回来哈，人和人之间，尤其是伴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么有心眼，这样的女孩子，客观说啊，不管她第一次买不买单，如果我识破了她的真面目，就算她长得再漂亮啊，条件再好，这样有心计的一个女孩子，客观来说，我也是不敢继续的。下面我们来看第3段视频啊。姐妹们，我今天来相亲了，结果我碰到个大无语的人呀，你们帮我来评价评价这事儿。这还是过年的时候，我大嫂给我介绍的。但是我俩一直也没见面儿。你到多久了？我也刚到。啊。我点菜呢，你看吃点什么？扫码。啊，行。你穿的是拖鞋吗？不太美观吧，在这块吃饭踩人椅子上。
不好意思，这是你点的，我不吃，你吃吧。这时候他强调是我点的，他点的，我一开始还真没明白啥意思。生的芥末小章鱼。你这咋还总录视频呢？我就是记录下日常。你是网红啊？我没啥粉丝，我不录你正脸啊，放心。这是我点的，我给咱俩一人点了一个，然后这个也是我点的，我吃一个，你吃俩。这是你自己点的。对，这个结果还把我绕进去了，我还跟着说个对。你一直不工作呀？对呀，我6年半不工作啦。那你经济来源是啥？就靠存款呢，我就靠存款生活呀。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我1万多块钱吧。你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也吃饱了。此时他的小算盘已经打得叮当响了。我结账吧。我去结账。我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干财务的。唉，后来我一想啊，怪不得他给我算这么细呀，那也不至于这么细吧？你怎么走啊？我开车来的，你呢？那我送你吧。我开车不用你停哪儿呢？没事，我送你。我停那块儿了。送你。我开车，你咋送我呀？我自己走。送你到车上吧。估计他是想看我开啥车。停哪儿呢？就这个。哪个呀？就这块儿。这是你车呀？啊。我也有车，但是我没开。我也有。我过年的时候刚买的。我也有车。要么咱俩还是把账 AA 了？啥？行啊。关键咱俩第一次处，也不知道能不能成。万一不成，你说咱俩也别谁欠谁。行，那行 AA 行。那个，我看看菜单。那个芥末小章鱼是你点的。哎呦我的妈！我这时候蒙圈了，这是要干啥呀？不是 AA 就是对半分嘛。那芥末小章鱼是你点的，我没吃。手握鹅肝是我点的，然后但是我给你吃了。香煎鹅肝是我吃的，章鱼小丸子我吃了2粒，你吃了1粒。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算法，你们碰到过吗？你就 AA 呗，你还整那快感。然后鳗鱼龙卷咱俩一人吃了，我给你叨叨一下，然后我算好了，我发给你，不带差的。啊，你 AA 就没事，你也别多想，我就怕咱俩不成，谁欠谁的也不好，咱俩以后不耽误，以后来吧。行，那都行，那哎呀妈呀！我也有车，但是我没开。你哎有没有？有车。好，那拜拜了啊，我走了。哎呀，这男的呀，我的妈呀 ！AA 得了，哎呀妈 ，AA 还得算那么细，我操，服了。AA 我能接受，谁也别占谁便宜。你说 AA 你还得说的 AA 里边还得算那么细。我的妈！还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哎，今天我这样必须得发牢骚，怪不得他35岁找不着对象。哎呀妈，AA 就 AA 呗，你说的我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这回我学会了，下回相亲吃烤串，算得更清楚。这个我吃一口，那个你吃一口，这么算吧。不怪这个女孩说大无语啊，我整个过程我看的过程中也是大无语。你看。这个男的爆出第一句啊，就是那个什么芥末小章鱼是你点的时候，哎，我开始这个反应也是跟这个女的一样，有点蒙圈哈。当我听到说这个章鱼小丸子我吃2粒，你吃了1粒，还有什么鹅肝是我点的，但是给你吃了啊，就是这一段我就真的从懵的状态变成哭叫不得状态了哈。这个男的你看真的是就振振有词，还一方面强调自己有车，一方面还强调自己这样做正当性啊，谁也不欠谁的。也不会算错，让女的别担心，真的是又体贴又让人崩溃。客观说啊，真的是又给咱老爷们儿掉份儿了。哎，我也
哎，我一直忍不住，就是想笑，现在还没完全忍住。就是我觉得吧，就第一个视频和第3个视频都好真实啊，就真的是明显就是相亲的时候的实拍。就我万万没想到 AA 已经 A 的这么细了，而且好尴尬，还就2个人在现场对那个小票。对，我头一次看这种视频。就这个视频里面，其实这个女孩，东北女孩嘛，还真是大大方方的，情绪比较稳定。但说实话，你说遇到这种情况这么尴尬的场景，那就只能情绪稳定了，因为对方既然已经属于类似于3级人那种状况，那就赶紧脱身为妙吧。我觉得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这个男生就是3级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因为看了太多的这种男女对立啊、相亲 AA 的各种争吵，然后就想说我 A 的话就 A 细点，因为会有的女生说。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评论说，女生为什么要 AA， 是因为男的吃的多。有的女生觉得 AA 对半分不公平，尤其涮火锅呀或者吃牛排呀，就是男的一个人能吃3/4，那为什么要跟他对半 A？ 你说吃的多这段，我还真相信以前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在海外出差。在海外出差的时候，是跟同事们大家一起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哈，然后别人嫌你吃的多是吗？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一起就买菜做饭，然后一起搭伙做饭，食材呢都是一起采购、一起共享，然后这个均摊这个费用。然后后来就真的有同事，还是个男同事提出啊，说我个子大，吃的多，我应该多摊些费用。就看来还不是女的嫌你吃的多，连男的都嫌你吃的多了。那当然了，我立刻也就接受了哈，人家说的也是对嘛，我确实吃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想说什么章鱼小丸子给他掰那么细，可能就是怕这个女的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对半分，所以干脆就掰扯细一点。然后我就猜测一下，其实这个男孩子啊，他可能不自知这样的行为其实有点不太恰当。他有没有可能就2个可能，一个呢就是妈宝男哈，就从小到大他的成长环境，要么就是父母没有教过他如何与人正常相处，他就只能靠自己去碰壁嘛。他自己的行为真的是有点奇葩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要么就是呢，就是他父母教育他，就一定要特别维护自身的利益啊。要自私一点，自私到奇葩。其实每个人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他成为这样的人，那显然就是因为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他都没有意识。估计他身边的人也不好意思啊指出这一点，那就只能靠他将来自己去悟了哈。而且如果一般你这么就是 A 的这么细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就很难相信成功。这个话确实很少有女生能接受 A 的这么细。我觉得倒不如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嘛，有的时候跟同事聚餐，就是跟老外一起吃饭，他们就习惯于叫 split payment， 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点的东西，你就付你自己的款，但是不会说。但是可能非常自然了，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但我想这确实可能跟国外的分餐制有关，就他们不存在说像中餐点一盘菜，比方说像辣椒炒肉或者水煮鱼2个人都吃的情况，他们可能沙拉呀、牛排就自己点自己的，然后还有酒自己点自己。那最后的话就确实会，比方说账单出在一起，然后有一个人全付了，然后大家就同事就不仅限于说男女啊，或者几个同事中午一起出去吃饭，就这样大家就。各自把自己吃的那个转账给他，这都非常自然，不会出现说现场在那对，然后很尴尬，就是大家很默契的就把自己点的那个给他。但你说的这个毕竟是职场，因为昨天我们的相亲节目有小伙伴就留言说，我们是不是看看国外一般是在相亲的时候是怎么去处理这个 AA 的问题？然后我还真就今天在搜了一下，就发现啊，无论是在日本、韩国、台湾、欧美，基本上大部分情况，现在年轻人都是接受男女一起来 AA 的。现在欧美很多国家还确实是啊，第一次见面一般是男士来买单，但后面呢就是女士买单，这样呢长期下来就是一个 AA 相处的一个方式。对，我觉得确实是 AA 的比较多，而且不仅限于相亲，哪怕就是说互相有好感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朋友出去聚会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 A 的比较多。即使是华人在海外，好像慢慢的也不太习惯于说那种乱七八糟混到一起的那种付款方式，也是 A 的比较多，而且非常的自然，不会存在于说好像男方或者女方还要就这个事情去算计个什么，或者说还要想点计策，怎么让对方多付点，自己少付点，就大家很默契的就是你社会氛围是这样的，大家有形成一样共识。
食之后啊，就不会这么尴尬了。对，如果是吃西餐那种，就是你自己付自己点的那一份东西；如果是吃中餐的话，可能就是对半分，也不会说男的吃的多就让他多付点，除非有那种可能是你点一个比较贵的酒，那有可能确实这个酒是谁点谁喝酒，另一方如果不喝酒，那可能点酒的那个人就自己把酒的那个给付了。但是最后我想说呀，相亲和寻找伴侣的确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也许你真的有机会遇到那个属于你的灵魂伴侣，可偏偏啊，就可能一个不合时宜的细节，一次拙劣的表达，就可能让你错过了。就像第3段的这位小伙子，也许没准他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呢，但是他确实这种奇葩行为，大概率是没有任何女孩子可以接受，就包括我是男的，我觉得我都无法接受。就假如对方如果她是个女孩哈，她跟我 AA 的时候就算这么细，我也是真会哭笑不得的。无论你想 A 还是你不想 A， 对方如果对于你想 A 有意见，那你只要拿出你的真诚劲儿，解释你的理解和你的意见。就像我们上期相亲节目中谈的那个男生，他说想要渴望一个平等，那你就真诚的阐述清楚，你用真诚的方式来表达。虽然呢也会减分，但不至于奇葩。也许呢有的女孩还会接受。说到底这个相亲过程中，除了颜值、体魄和经济条件之外，最打动人的永远不是套路和算计，而是真诚。但是我也想在这问一下各位男性朋友们，就是即使是坚持要相亲 AA 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特别喜欢一个女生，你还会坚持 AA 吗？肯定不会。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是这样。如果特别喜欢一个女生，就算你是要 AA 族，应该也不会。所以第3个视频里的男的呀，未必他真的是奇葩，像你说的那样。也许你冤枉人家，他可能真的是因为没看上这个女生。但是他又一再解释，我有车，那不就还是想给这个女孩更多的好感吗？那是不是还有进一步？你看他也没有明确说就下一次不见面了。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也是有可能想表达我跟你 A 我是有道理的，我不是抠。但实际上内心有可能是他没有看上这个女孩。就像咱们昨天说的嘛，就是有的时候你相亲吃第1顿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上对方，你直接提 AA 反而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然后又不损失你的金钱。确实怎么说呢，就是看了今天这3个视频，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国内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矛盾对于这个 AA 话题。但我更觉得是今天这3个视频给我增加了很多欢乐。本期讲到这里，下期再见。